新的一年，中国邀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华，美国被踢出了南海棋局，未来要谨防拜登在台海继续拱火。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顺 Talk。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会谈期间双方回顾了中菲关系的发展，达成了两国关系深厚，双方应继续加强合作发展以及维护南海稳定等方面的共识，共发布了多达28条涉及各方面问题的联合声明。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声明中，中菲双方多次提到两国是好邻居、好亲戚、好伙伴。反过来说中菲双方都不希望对抗，更不希望关系破裂。拜登政府的拉帮结派围堵战略和新冷战思维在南海地区正逐步失去生长的土壤。而且对于南海问题，中菲双方皆认为南海行为准则应该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换言之对于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无论是对中国还是菲律宾来说都毫无依据。并且中菲在联合声明中还提到南海争议并非双边关系的全部，为了增强互信，建立信任机制，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和菲律宾外交部海洋司将直接建立双边磋商和沟通机制，以管控分歧。从中不难看出中菲正弱化南海问题，对于中菲关系的影响正在付出实际行动，确保中菲之间的南海问题不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所利用，进而破坏中菲关系发展和两国合作。可以说中菲的此次联合声明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一记清醒的重拳。与去年12月初美日菲三国陆军会议时菲律宾表现的微妙态度不同，此次中菲会谈双方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联合声明不仅释放了两国友好的信号，还在外交层面将企图介入南海的域外国家排除在了南海之外。这对于南海地区局势稳定、中菲两国合作发展以及打击美国到处拱火来看，无疑是一个十分正面的消息。虽然国内有很多网友对于此次中菲联合声明仍然有很多顾虑，担忧墙头草菲律宾回头就会联合美国在南海又挑起事端。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小国生存之道和大国的智慧。对于处于边缘焦点的菲律宾来说左右逢源就是其最佳，同时也是最现实的生存策略。强行要求菲律宾在中美大国之间站队，不仅不符合菲律宾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只要在核心关键问题上中菲能够达成一致，哪怕菲律宾回头与美国合作，只要不影响南海大局，我们还是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它的。而为了确保中菲联合声明能够落实到行动上，中国此次也是给菲律宾抛出了许多好处，包括深化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提升双边贸易，尽快重建海上油田合作开发，加强教育合作等等。相信大家能够注意到，中国抛出的好处基本都是围绕着中菲两国展开。换言之菲律宾若想与美国一条路走到黑，就需要面临脱离一带一路，与中国双边贸易降低，甚至尽快重启海上油田合作开发，也可能会变得遥遥无期了。这就是中国的大国智慧。中国的好处可不是白要的，想跟中国玩说一套做一套，菲律宾可要做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准备。所以可以预见，至少在短期内，由于经济合作的存在，中菲两国至少不会剑拔弩张。不过美国失去菲律宾这张南海牌之后很有可能会重新在台海方向搞新的动作。最近已经开始出现韩国国会副议长窜访台岛事件，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台海形势的发展，预防美国在中国红线问题上再次拱火挑衅。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